从没见过这么牛掰的男人，他竟徒手在野外建造了一个鱼池，而且不用任何现代工具。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首先是建造前的准备，讲究哥捡起不要钱的石头，一箩筐一箩筐往回搬，同时还不忘给石灰窑添加柴火烧制石灰。随后梆梆声响起，讲究哥又来将豪宅前的土坑扩大，他打算在土坑的基础上挖出鱼池，这样做省时又省力。很快，长方体型的鱼池映入眼帘，挖出来的泥土在鱼池附近摊平，讲究哥的地盘又变大了。稍作休息后，梆梆声再起，鱼池的码头走道随之出现。挖好了鱼池，石灰也烧制好了，石灰砖也可以制作了。用石灰与泥土加水混合搅拌成浆，讲究哥又老练的制作石灰砖。接下来就是鱼池的建造了。为了减少池水渗漏，用石灰浆打底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在石灰浆之上则铺上一层砖，这样就可以踩在上面刮平池底了。待石灰浆初步干燥硬化后，为了减少池底开裂，讲究哥再次来到池底一阵捣鼓，直到池底如瓷砖般丝滑。完事后，他开始建造鱼池的墙面，底部墙面用石灰砖堆砌，上部墙面由于石灰砖有限，于是用石头代替石灰砖。建造好了墙面，又在池底建造了小池。这个小池的用处后面揭晓。走到码头也用石头铺设，铺设完毕后，接下来就是对鱼池墙体的刮痧了。趁石灰浆硬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之际，讲究哥又去溪边收集来泥沙。由于用细沙混制的石灰浆刮痧，能有效减少鱼池的渗漏，于是讲究哥又用箩筐筛选出细沙。完事后又可以清理池底的杂物了，接下来就可以拌浆刮痧了。这些泥块是预先收集的细腻泥浆硬化而来。加入这些泥块拌浆，石灰浆会像水泥浆那般细腻，用来给鱼池墙体刮痧。鱼池的密封性可想而知。走到墙面，则刮一层石灰浆后，铺上一层石子装饰。处理完了墙面，池底再刮上一层。为了美观和防止下雨时墙体崩塌，鱼池的周围也铺上一层石头。他还特意留出几块空地用于种植绿植。由于石灰浆硬化后，墙面还是出现了许些裂痕。讲究哥又搅拌一锅细腻的泥浆，对裂缝细心修补一番。为了让鱼池更易居于下，池底还是少不了一番布置的。盖上一层沙子，再铺上一层石头后，鱼虾才有藏身之所。完事后就可以往鱼池装水了。想到要在池底种上一株绿植，放入泥土是必须的。由于新建的鱼池会渗出碱性物质，讲究哥又搬来芭蕉树剁碎丢入池中，随后又对未被浸泡的墙面一阵洗刷。山雨不期而至，雨过天晴。讲究哥搬来芭蕉树在鱼池附近种植，随后又在鱼池边上种上几棵花草装饰，池底再种上一棵水芙蓉，鱼池的建造就大功告成了。接下来是把鱼请到新家安置了，拿上箩筐和大口锅，讲究哥又来到沼泽地抓起了鱼。像这种没被开发过的湿地，随随便便就能抓到几条罗非。若是抓到田螺和螃蟹，那也不奇怪。有了鱼池，讲究哥的荒野生活又多了一份期待。相信在不久的未来，喷香的烤鱼、肥美的螃蟹以及入口即化的田螺会被端上讲究哥的餐桌。喜欢的伙伴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，看下集哦。